这是2026年1月3日凌晨的加拉加斯，七声巨响，3个小时，一个主权国家的总统在自己守卫最严密的领土上，像只小鸡儿一样被拎走了。15年前，为了找到本拉登 ，CIA 用了整整10年。现在锁定一个总统的精准藏身处，只需要24小时。AI 时代的战争胜负早已在开战前完成，而这一切的背后藏着一家公司，它叫 Palantir。这个名字来自《指环王》里能洞察一切的魔眼真知金球。在托尔金的世界里，他能看穿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因果。现在，这种能力被拆解成了数亿行代码，标上了昂贵的价码。大家好，这里是有点在理。今天我们来尽调一下，谁造出了这颗球，他又是如何帮美国打开了上帝视角。想要理解 Palantir， 咱们必须先理解2个人，一个是从学术界逃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者。I love the idea of getting a drone and having light fentanyl-laced urine spraying on analysts who tried to screw us. 一个是从华尔街逃出来的自由意志主义者。What I think everybody who is a founder or entrepreneur should aim to do is build a monopoly. 他们一个极右，一个极左，本该是死敌，但却联手打造了美国政府的上帝之眼。在硅谷，你很难找到比他们更扭曲、更矛盾，却又配合得更完美的组合。先说上帝之眼的设计师彼得·蒂尔。他是 PayPal 黑帮的教父 ，Facebook 和 OpenAI 最早的外部投资人，更是硅谷最臭名昭著的吸血鬼。当创业者还在 PPT 上写改变世界时，蒂尔已经摊牌了，我要垄断世界。大家高呼公平竞争时，他在斯坦福讲台上冷冷地说：“竞争是给失败者的。”当身为性少数群体被贴上自由派标签，他却公然背叛阵营，把全部身家押给极度保守的特朗普。当八卦媒体恶意曝光他的隐私，他原地蛰伏10年，砸下1000万美金，用一场诉讼深深勒死了对方，让那家媒体彻底消失。这就是蒂尔，极其理智，极其冷酷，且拥有可怕的耐性。我们把时间拨回1998年，俄罗斯黑帮用大量假信用卡疯狂薅PayPal的羊毛。作为创始人之一，蒂尔带头开发了一套算法，在数百万交易中实时抓取异常，和诈骗犯在网上肉搏。2001年的911惨剧，3000人遇难，美国陷入2战后最大的安全危机，所有人都在恐惧，只有蒂尔发现了终极商机。他敏锐地意识到 CIA 不缺情报，但这些信息都被埋在了数据废墟里。PayPal 抓骗子的逻辑完全可以套到恐怖分子身上，把数据用算法整合，把点连成线，就能监视和预防下一场爆炸。这是一个由恐惧驱动的巨型市场，帕兰蒂尔的灵感就此诞生。但蒂尔知道他这张过于诚实的嘴是不适合讲 PPT 的，他需要一个人，一个能把监控系统翻译成保护自由的超级公关。于是他找到了亚历克斯·卡普。卡普是蒂尔的法学院同学，但他完全是个异类。他在德国读了10年哲学博士，研究黑格尔，师从左翼思想家哈贝马斯。他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不会写代码，日常爱好是打太极和读福柯。作为犹太和非裔混血，他还热衷于参加示威游行。当蒂尔在斯坦福法学院的咖啡厅抛出橄榄枝时，虽然2人立场南辕北辙，但卡普毫不犹豫地接住了，因为他们有个共识：对大众的蔑视。蒂尔信资本精英，他写过：“我不再相信自由和民主是兼容的。”卡普信知识精英，他说：“多数人不理解真正的威胁是什么，他们都相信这个世界太复杂，不能交给选票。”你可能会问，一个信马克思的，凭啥被PayPal教父看上？因为蒂尔发现卡普有一种近乎妖魔化的语言天赋。蒂尔说，他能对客户施展心灵控制，大白话就是他会洗脑。而后来，卡普确实造就了一大批帕兰蒂尔的狂热信徒。当媒体质问帕兰蒂尔是不是监视帮凶，卡普会推推眼镜说：“我们不是在监控，我们是在还原现实世界的因果逻辑。”当员工质疑帕兰蒂尔是战争工具，他冷冷回应：“和平主义者才是真正的战争贩子。当你假装威胁不存在，只会让流血来得更惨烈。”于是，一份黑暗契约就此签下。蒂尔搞定资本与政治，卡普搞定产品与叙事，一个站在阴影里设计棋局，一个站在阳光下安抚众生。20年前，这个组合成型的一瞬间，一颗注定要监视全球的真知金球就开始在暗处孵化。但他们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阻碍。2003年的硅谷竟然没有一家风投愿意给这套监视系统投1分钱。2003年，蒂尔和卡普带着商业计划书开始在硅谷敲门。红杉资本、凯鹏华银、阿克塞尔、克雷洛克、沙丘路上的顶级风投，他们挨个拜访了一遍，但全军覆没。在红杉的会议室里，合伙人全程低头在笔记本上画画，连眼神都没给他们一个。在凯鹏，有人直接打断卡普的演讲，丢下一句：“你们必死无疑。”
原因很简单，这可是2003年的硅谷，谷歌刚把不作恶写进招股书，整个行业都相信科技是用来让世界更美好的，而 Palantir 要干嘛？帮政府监控人，这在当时的硅谷是不道德的，是不高尚的。50多家风投全部拒绝。第二，面临一个抉择 ：A. 像其他硅谷创业者一样，管住嘴，说漂亮话，先拿到投资再说 ；B. 彻底放弃硅谷的认同，拿特工的钱办特工的事儿，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如果是你，选 A 还是选 B？ 评论区告诉我。第二毫不犹豫选择了 B， 他自掏腰包砸下3000万美元，然后敲开了一扇很少有创业者敢碰的门 ，IQT。这是 CIA 的官方风投，在当时的硅谷看来，敲 CIA 的门就是政治投诚。当 Palantir 的原型在屏幕上把嫌疑人的航班记录、电话清单、社交网络瞬间拼成一张大图时 ，IQT 的 CEO 震惊了，交易立刻达成。Palantir 拿到了 CIA 的钱，也拿到了进入美国情报系统的入场券。这是 Palantir 的诞生，也是他与硅谷主流决裂的开端。从那一刻起，Palantir被盯上了耻辱柱，监控帮凶，政府爪牙，科技叛徒，标签一个接一个，招人变得极其困难。顶尖工程师一听是给 CIA 干活，跑得比谁都快。卡普后来提起这段经历，语气里带着毫不掩饰的怨毒：“我从此蔑视职业投资人。”但很快，战场给了 Palantir 封神的机会。在阿富汗，美军被路边炸弹搞得焦头烂额，$50一个的土制炸弹就是给美军的随机葬礼。直到 Palantir 出现，他把海量垃圾信息精准抽丝剥茧，甚至能比恐怖分子更早知道下一个爆点在哪。更狠的是 ，Palantir 的工程师直接进驻前线，和士兵一起巡逻，一起挨子弹，现场改代码。一位陆军上校说：“以前那些承包商卖完软件就消失了 ，Palantir 不一样，他们的人就在我旁边挨枪子儿。”效果立竿见影，士兵们开始主动向上级推荐这套系统。以前是将军买什么，士兵忍着用什么，但 Palantir 绕过官僚，直接征服了特种部队。这是五角大楼几10年来从未见过的自来水式传播。然后是2011年那个让 Palantir 封神的传说，本拉登被击毙，海豹突击队深夜突袭巴基斯坦，坊间流传是 Palantir 的系统帮 CIA 锁定了本拉登的藏身地。卡普从不承认，也从不否认。但效果相当明显，从那以后 ，Palantir 不再是硅谷弃儿，而是美国政府的大脑插件 CIA 背后的神秘系统。第二也没闲着，他不只是出钱，还在暗中编织了一张庞大的政治关系网。2016年，整个硅谷都在支持希拉里，他公开站队特朗普，成了科技圈唯一的叛徒。别人看到的是政治自杀，第二心里门清，他要压住未来的权力中心。Palantir 的政府合同从来不是靠产品，第二的政治网络才是真正的护城河。但他们不满足于只当供应商，一个更疯狂的计划正在酝酿，他们要反过来收购美国军队。在商业世界里，顾客就是上帝，尤其当这个上帝是拥有全球最强武力的五角大楼时，你更得学会跪着当一方。但 Palantir 不这么想，如果上帝执意要当瞎子，那就用棒槌敲碎他的膝盖，强迫他睁眼看看什么是真理。2010年前后，美国陆军为了整合战场情报，斥资60亿美元研发了一套名为 DCGS-A 的系统，我们可以喊它老头乐。为啥呢？这套系统研发没有红线，预算没有上限，交付没有下限，这哪里是科技研发，分明是给老牌军工巨头开的养老保险。最后做出来的东西呢，用前线士兵的话说，慢得像90年代的拨号上网。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这就是一堆废铁。此时，第二带着 Palantir 的歌坛系统找上门了。歌坛的价格只有老头乐的几10分之一，而且在阿富汗的实测中表现卓越。第二态度很明确，我们的东西好10倍，价格更便宜，你们为什么不用？陆军官僚的回答充满傲慢，我们不需要好用的，我们只需要自己亲生的。他们以保护本土国防工业为由，直接禁止 Palantir 参加竞标。老头乐背后站着洛克希德马丁、雷神、通用动力，美国最庞大的传统军工复合体，关乎几10亿美元的合同，几万人的就业，盘根错节的政治关系网。一个硅谷来的小公司想抢蛋糕，门都没有。换做任何正常公司，到这里就该认命了。但卡普和蒂尔不是正常人。2016年，他们做出了一个震惊全美防务圈的决定，起诉美国陆军。Palantir 的律师团都疯了，你这是自杀！就算赢了官司，五角大楼也会把你列入黑名单，你将输掉未来的所有合同。但第二的人生信条是什么？竞争是失败者的游戏。如果你拥有垄断级的技术，就该强迫市场接受它。他们抓住了一个致命的法律条款——联邦采购简化法案。
这条法规规定，政府必须优先采购市面上已有的成熟商业产品，严禁挥霍纳税人的钱去重复造轮子。于是出现了美国国防史上最疯狂的一幕：一家科技公司把自己最大的潜在客户告上了法庭。帕恩提尔的律师把那些被老头乐折磨得痛不欲生的前线士兵请到了证人席，士兵们愤怒地控诉，帕恩提尔在定位路边炸弹上比政府系统快了几个量级。这种官僚主义的坚持正在让我们付出生命的代价。帕恩提尔完胜，这是一场划时代的胜利。他不仅让帕恩提尔拿到了数十亿美元的订单，更改写了美国政府的采购规则。软件不再是硬件的附属品，算法本身就是战斗力。他向雷神、洛克希德马丁这些传统巨头发出了一个信号：时代变了，数据中枢不再属于那些造导弹的人，而属于那些写代码的人。此时的帕恩提尔已经把针织金球刻进了五角大楼的脊梁，但他们并不满足，他们还在等待一个机会，一个向全世界展示上帝视角真正威力的舞台。直到2022年2月24日，俄乌战争爆发。它本来是一场灾难，但对帕恩提尔来说，它变成了一场筹备了20年的全球直播的产品发布会。当俄军坦克的履带越过乌克兰边境时，全世界的科技巨头都在做同一件事儿：撤离、断供、发表声明。卡普做了相反的选择。战争爆发不到100日，这位扎着乱发、满口哲学的 CEO 冒着炮火飞抵基辅，成为第一位亲身会见泽连斯基的西方大公司负责人。他当场宣布，帕恩提尔将为乌克兰提供全套战场情报系统，免费。如果你看过当时的战场报道，你会发现一个诡异的现象：号称世界第2的俄军装甲洪流，在乌克兰平原上仿佛变成了瞎子，而手持旧式装备的乌军却总能精准地在俄军指挥官刚掏出烟盒的那一刻，把导弹送进他的窗户。帕恩提尔的系统就像一头暴食的怪兽，实时吞噬着商用卫星图、北约预警机信号、无人机红外侦察，甚至乌克兰路人随手拍下的社交媒体动态，然后把这些碎片进行逻辑推演，在屏幕上生成一张实时更新的优先打击清单。一位乌军指挥官描述那种体验：以前我们靠纸质地图和无线电协商，情报延迟几个小时是常态，现在所有信息都在一块屏幕上。俄军坦克刚停下，3分钟后，我们的炮弹就落下来了。这是现代战争的真相，胜负不在火力，在于谁先看见。卡普毫不掩饰地把这场战争当成产品广告。他在采访中说了一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战争是产品的终极测试。资本市场的反应立竿见影。战争爆发前，帕恩提尔股价在$10上下徘徊，被华尔街嘲笑为政府爪牙、只会讲故事的养老公司。但当乌克兰战场的战果传回纽约，全球的主权基金都疯了，股价一路狂飙，市值一度突破$4700亿，超过波音，超过雷神，超过所有传统军工巨头。经济学人给出了一个冷笑话式的评价：帕恩提尔可能是人类历史上估值最高的雇佣兵。这一切，蒂尔早在17年前就预见到了。2007年，他在一篇名为《施特劳斯时刻》的文章里写道：“未来属于那些愿意直面暴力现实的人。”帕恩提尔就是他的答案，用技术掌控暴力，用数据垄断战争。然而，正如《指环王》里针织金球会腐蚀使用者一般，当一家私人公司拥有了定点清除任何人的能力时，人们开始担忧，它会不会被用来锁定手无寸铁的平民。针织金球开始映照出人类最阴暗的角落。帕恩提尔的道德争议最早爆发于美国边境。2019年，帕恩提尔与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签下了巨额合同。他们开发的 Falcon 系统不再是抓恐怖分子，而是变成了搜捕非法移民的数字猎犬，精准定位移民儿童的担保人，支持大规模的工厂突袭。帕恩提尔内部爆发了成立以来的最大危机，200多名员工签署请愿书，抗议公司变成了驱逐机器，有人愤而辞职。而面对指控，卡普展现出极度冷酷的实用主义。如果你对国家的移民政策不满，去投票站找议员，别来办公室找我。我的任务是确保执行机构拥有最强的执行力。这种只管造刀不管杀谁的逻辑，在2024年的加沙冲突中演变成了一场道德核爆。2024年1月，加沙战火正酣，卡普做了一个极具挑衅的决定，公开宣布与以色列国防部签署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直言10月7日之后几周内，我们就在以色列参与了关键行动。我为此深感自豪。很快，国际舆论场上开始流传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词儿——杀戮名单。有报道指控以色列军队利用 AI 系统，通过手机信号、社交网络和无人机监控，自动生成打击目标清单。在 AI 辅助下，判定一名目标的时间从几小时缩短到了几秒钟，但代价是灾难性的，效率提高了，核实真相的时间却消失了。2025年4月，华盛顿 Hill and Valley 论坛上，当卡普在台上大谈技术优势时，一名巴勒斯坦裔女性冲上讲台，对他绝望地嘶喊：“你在靠杀害巴勒斯坦人发财，你的 AI
正在杀害我在加沙的家人。现场一片死寂，卡普没有道歉，冷冷回击：加沙平民的死亡原因是哈马斯，而你们只是这世界上成千上万个有用的白痴。这一幕传遍全球，帕恩蒂尔彻底成为硅谷进步派眼中的头号恶魔，就连蒂尔也感受到了压力。2024年5月，在剑桥大学辩论时，面对关于加沙的质问，这位一向冷静的黑魔王竟然罕见的支支吾吾。但这并不能动摇帕恩蒂尔的意志。面对员工的持续流失，卡普在采访中留下一句更冷酷的话：如果你的立场从未让你失去过任何员工，那这就不是真正的立场。他们坦然接受了这份血色的代价。但卡普和蒂尔比任何人都清楚，算法有寿命，权力才是永恒的。帕恩蒂尔可以让政府更高效地执行政策，却无法阻止下届政府撕毁合同。真正的安全不是成为权力的工具，而是成为权力本身。这并不是他们突然意识到的。早在2010年，蒂尔就开始布局。他资助自由意志主义智库，投资右翼媒体，用PayPal黑帮的人脉网络物色年轻的政治新星。一个来自俄亥俄州的耶鲁法学院毕业生进入了他的视野 ，J.D. 万斯。蒂尔不仅投资了万斯的风投基金，还在2022年为他的参议员竞选砸下1500万美元。他们不再满足于向政客卖软件，他们要让自己人坐进椭圆形办公室。2024年11月，这盘棋终于落子，蒂尔的门徒万斯坐上了副总统的位置，他的老伙计大卫·萨克斯成为白宫 AI 沙皇，他的老伙计马斯克则领导着政府效率部，挥舞着裁员的大刀。这不是巧合，而是一个信奉精英主义的圈子用20年时间相互托举的结果。彼得·蒂尔和亚历克斯·卡普在斯坦福法学院那间咖啡厅达成的地狱契约，终于在2025年解除了冰冷的果实。他们用算法筛选敌人，用数据重塑法律，用算力定义真相。卡普曾说过，我们的产品有时会被用来杀人。蒂尔曾说过，我不再相信自由和民主是兼容的。现在他们不需要再说这些了，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了规则本身。别走，有彩蛋！帕恩蒂尔的崛起只是 AI 权力拼图上的一小块。2015年12月，旧金山里一间会议室里，4个男人签下了一份文件，他们要创建一个造福全人类的非营利组织，对抗谷歌对 AI 的垄断，它叫 OpenAI。10年后，在 AGI 降临的前夜，这4个人已经彻底决裂，甚至走向跨时代的复仇之战。马斯克把奥特曼告向法庭，指控他背叛人类。奥特曼把马斯克的聊天记录公之于众，证明他才是那个想要控制一切的人。蒂尔在幕后压住另一家公司，准备截胡他们所有人。究竟谁能在这场终局之战中率先带领人类走向 AGI？下期精彩继续，大家记得点赞、评论、收藏、关注小李，拜拜。